台上这位毕业生用一种现场90%听众都听不懂的语言致辞，大家还是照样鼓掌大笑。这不是尴尬场面，而是哈佛守了快400年的一个规矩。这是哈佛毕业典礼的拉丁致辞，从17世纪延续下来，是全校最古老的学生荣誉之一。当年拉丁文是学术通用语，能上台讲的人代表学术传承的门面。有趣的是，现在绝大多数观众根本不懂拉丁文，于是形成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讲稿里会偷藏笑点，并发下翻译小抄，提示大家哪里该笑。它保留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一整套关于身份与延续的仪式。先听他怎么搬出一位大人物。Nihil dico de proximis 4 annis, eheo. Decet fortasse unum e nobis audire. Ioannis F. Kennedy dixit, to be a Harvard man is an enviable distinction. Tam disertus. Etiam nunc undique clamor sugit. 这段他引了甘乃迪那句，当个哈佛人是令人称羡的殊荣，表面是在给母校贴金，但放进拉丁致辞的场合就有第二层。他不是在炫耀名校光环，而是用一位已故校友把哈佛人这个身份接回几百年的名单里。我的观点是，真正的名校叙事从来不靠一句名言撑场，而是靠你也被写进这条时间线的暗示。引用甘乃迪其实是在对台下每个人说，你现在也站进来了。接住他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哈佛。Collegium Harvardianum non in saxis librisque, sed nobiscum ipsis consistere. Oportet nos hanc veritatem cognoscere. Vidi nos hoc officium suscipere in risu conterbernalium, in sermonibus laboriosis, quamquam confiteor, nolite audire, carissimi parentes, me semel aut bis dormi visse, mea culpa.Atque hoc officium video hodie in vultibus vestris。他说，哈佛不存在于石头和书本里，而是活在师生本身。还自嘲上课会打瞌睡，请大家别太认真听。这种把神圣场合拆掉，自己开自己玩笑的手法，正是拉丁致辞藏笑点的传统。重点是，它降低了距离感，把哈佛从高墙建筑换成一群为犯困的普通人。我的观点是，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去神格化、检视顶尖的机构。越需要有人在台上提醒大家，撑起它的其实是人，不是招牌。传统能活下来，靠的是准许被调侃。最后，他把话拉到很远的未来。Esse, nos quam vis alieni anima huius universitatis sumus, hinc auditor nomen Harvardianum, hinc auditor honor. Censeo me animam illam perspecturam esse interumque iterumque, quinque decem viginti, vel quinquaginta annis, cum russus conveniamus ad hunc lucum, corporibus fragilioribus, sed unanimo corde.Nunc ergo, vos oro, ut res clarissimas gesturi, haec vera teneatis。他呼吁，即使大家来自不同背景，都共同扛起哈佛之名，还想象几十年后身体衰老却同心重聚的画面。这是典型的毕业演讲收束，把此刻连到一条长时间轴。我的观点是，这种几十年后重聚的叙事之所以年年被用，是因为他偷偷完成了一件事，把一次典礼转化成一份终身的归属合约。你今天听不懂拉丁文没关系，重要的是你被纳进了这个会一直召唤你回来的网络。仪式的真正产品是黏住度。把这3段串起来看，最有意思的不是拉丁文，而是一个机构怎么用听不懂却愿意鼓掌维持向心力。与其问哈佛为什么坚持一个没人听懂的传统，不如反过来问，一个组织要传承几百年，靠的到底是内容，还是这套
让人愿意一再回来的仪式感。语言只是载体，真正被传下去的是我属于这里的认同。传统的价值往往不在字面，而在它让一群人愿意共守的那份默契。以上为资讯整理与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建议。喜欢这类拆解，记得追踪大人物开讲。想看更多大人物的白话拆解，记得订阅，也可以到/invest 看整理。